天都晚上了，要开化了，感觉现在东北家庭都在干一个事儿，就是想着把阳台上冻货吃了。这些箱子这礼拜必须全干掉，要我妈又该琢磨买冰柜了。我爸头两天挖了个1米多的雪窖，但他整这玩意儿太严谨了，他怕有耗子，就在上面浇了2层冰，这开采难度太大了，赶他妈挖矿了。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，要是天一直冷，他这玩意儿不比保险柜差。焦蛋鱼一冬天都没人愿意收拾它，开春了实在躲不过去了，让我脖肚分离了，鱼头剁椒蒸了，脖子以下铁锅炖了。这排骨因为花纹好看，我妈一直没舍得吃，结果冻风干了，再不吃就得喂狗了。还做了寿喜烧和固蛇块，正好借着他俩把冰箱里剩的青菜打到了。完今天给去年种的瓜子炒了，我再炒就觉得腿肚灌风，我寻思我怎么熏成这样了，完一看是裤子烧漏了，这事整的他妈锅没10几回，裤子烧坏俩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固鹅、煎皮、汁虾、排笋、叉肉、德鱼、剁头、烤鱼、寿烧。看没看着这个最有心眼，在那盘上坐哪最合适呢？那叫一个肥沃的土地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它不长毛啊。咱今天买了一箱橘子，砂糖橘应该是明年见了，现在开始炫爬干了，然后把灌那些干肠都塑封了。我本来寻思剩挺多呢，我这一拆箱看没剩多少啊，赶紧先抓了一袋，把之前中奖那个姐们的给寄走了。10天之前还是这么一大盆呢，现在就剩下这么一点了。但我估计这10来斤也够吃到夏天的了。那人不就这样吗？多的时候使劲吃，越剩少了开始越不舍得吃了，放到最后全他妈坏了。我同学的媳妇儿还有1个多月就生了，现在啥也不惦记，就馋肘子烩饭。这大小好天呢，我们也没客气，直接拎锅上他家炖来了，给他做了整整一大盆。这吃完踏实了，就感觉生孩子都有劲儿了。然后还约了一下，他生完的第43天，我带锅再来一趟。反正这会儿吃啥也不忌口了，就是啥过瘾吃啥，不用控糖了，就给他做了个椰冻，然后馋辣做了一锅辣酱汤。我们同学的爸晾的干辣椒让我使一半，用东北大铁锅炖的西北大盘鸡，完给他家的花椒麻椒也清了，来了一盘子干锅牛蛙。我伺候过这么多人，现在都摸出规律了，就是最后过把瘾这个月10个里边都有9个是馋辣，与众不同的那个他馋的是螺蛳粉。就我们同学点的烤排骨，说馋好几个月了，这排骨烤好了，他也溜达下班回来了，进屋衣服都不脱就干游戏呀，完还做点奶酪棒。不说小孩愿意吃吗？我寻体验他媳妇儿体会一下，这是我头一次做，我发现这玩意儿真好吃。我跟我们同学在这你一块我一块，尝给尝没了，就直到我走，他媳妇儿都不知道我今天做过奶酪棒。来吧，香香了，蒸多、粥饭、干蛙、辣汤、烤骨、椰冻、嘎虾、大鸡、碧龙。这烤排骨小外女吃可高兴了，蹭一脸油还笑着说香香。完吃完饭保洁上岗了，我们属于是买做擦一条龙服务。我今天认真琢磨了一下这个事儿，就是如果我开不了饭店，我就打算给我们仨挂车了。这个商品名就叫流动的3狗黑伙夫。朋友们，之前灌的100斤干肠晾好了，今天到了收成的日子了。之前咱不量过吗？肉和料一共是120斤，晾了10来天，要再风干就能变成摩拉棒了。现在呢，120斤缩成了55斤，这1斤的成本大概是30块钱。反正我家人多，这些也就够吃俩月的。但要是一家3口的话呀，就是只要储存得当，我基本敢说下一届冬奥会你仨在家啃的还是这笔肠。然后要开化了，今天把冻货吃一吃。这小坡是我爸自己建的冰箱，5开门的。今天掏开一个门，里边大鹅、羊腿都干掉，完炖大鹅，让我哥在这看点火，问他好几遍，就说没熟的。等最后盛出来，我看他们大鹅都快没有了。还做了个辣海鲜锅，这海鲜是过年我给我姨姥买的，让我就捎过去，我就上楼忘拿了，放车里全冻了，第2天给我送回来了，那他妈给我气的呀！我正月剪了2回头都没消气儿。给我爸冻的牛奶搅成牛奶花生冰沙了，做了个风味茄子。所谓风味就是虾炒1加1个味儿，还做了一盘锅巴肉。这玩意儿就得趁热吃，但是从过年到现在顿顿都吃肉。反减肥这事儿吧，只要你动过2天这个心思，那基本就宣告有空你直接看看大码衣服吧。来吧，香香了，蒜虾、花沙、鹅肝、烤腿、烧鱼、骨菜、锅包、干饭、辣海、风旗。今天吃完饭把干肠和冰激凌分了，一份一份的，分得跟伴手礼似的。干肠给你们也准备了几份，等我想想怎么发啊。反正下次灌不一定啥时候了，要是不着急吃，可以给它裱起来。我要是走在干肠前面了，你们也算掏上了。
我爸今天心血来潮要给我妈过个节，说昨天晚上学了一宿那个爱心饼干，我看他这个动作，估计是眼睛学了一宿，脑子和手应该是8点多就睡了。我妈回来我看着这个，过了15，我可能就是单亲家庭了。但这种菜系我也不行，我就给我同学整来了，他给做个爱心棒蛋糕，我爸说色香味都不错，就是给我们2口子心眼捏的有点小。我们同学一听这话性情了，说爷们儿你歇着吧，今天这席我给你张罗了。我爸一点没客气，借坡就下了，正好给我妈求戒指去了，说要跟年轻人学学浪漫。我们同学一下上态度了，这个叫开放三明治，这是火腿蜜瓜卷，然后他重点给我讲了一下这个，说这个是意大利的求婚面包。我一瞬间有点恍惚了，我说我爸今天如果是要求婚的话，我在这是不是稍显多余了？完，我爸说我妈最愿意吃菠萝咕老肉，他要亲自下厨整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，3个人帮做出来的。后来我寻思这2口子跟我关系都不错，这事我也得上啊。做了个烤肘子，还来了一锅铁锅炖。有事必须得先给锅支上，因为我是浪漫的东北人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先给仪式感拉满了。我爸还准备了神秘礼物，我都不知道这老头从哪整的冰墩墩，还有一盒冬奥徽章。我爸说别人有的，我媳妇也得有。完，小宝说那别人媳妇有的，我爸也得有。老婆子，今天是情人节，这帮小年轻的这个浪漫那个浪漫的，我觉得最浪漫的就是咱俩一起一辈子。这是我拿身份证定制的第2钻戒，一生只能买1枚，不管过去几十年还是未来几十年，我就爱你一个。这辈子我们一起慢慢变老吧。这戒指一戴，这不就是最高级的浪漫吗？但我感觉我爸有点不甘心只制造浪漫，他吃饭把衣服换回来了。他说我对感情很真诚，但我对本命年也同样尊重。前2天我们同学上我家看足球，但看比赛抻的时间长啊，完就把家里所有能一直热着的锅全掏出来了。先来一个潮汕火锅，熬的牛骨汤当汤底儿。我们同学看着大骨髓就上头了，他说我比划，等会是管吸还是嘴吸？涮的就是肉丸玉螺，沙茶蘸料是前账给的配方，和潮汕火锅店的味儿是一模一样的。我发现这老小有点东西，花活不少，还有劳保。还来了一锅泥锅涮串，毛肚啊、青菜啊一样穿了点，这个泡椒牛肉是最爽，整根泡椒穿的，一咬滋一下。我看我弟穿贡菜的手法还挺熟练，一看就是当年没少给人织毛衣。本来想使砂锅涮来着，但串太长了，就又把养生壶掏出来了。我家这壶啊，除了烧水，别的事他全干了。完那边开始踢，我们也开始吃了。先烤的鹅肝，这个吃了开胃。我弟见这玩意儿就跟吃圆种似的，这鹅肝左边这边全让他吃了，当场扣听啊，直接洗漱去了。然后借着锅把战斧的牛也烤了。我本来寻思这么多肉，这玩意儿吃不了几口，但是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。看看给骨头啃的，这扔大道上野狗看着都得骂骂咧咧走。然后这个涮串啊，我们今天找到了精髓，就是口味啊可以随喜，但是锅底和蘸料一定要有特别多的花生碎，尤其毛肚啊，裹满蘸料可香了。我们今天还整明白一个事儿，就是真球迷往沙发上一窝，给你一把瓜子就够了。你等我们这种伪球迷啊，整3锅没够，吃的比人踢的时间都长。完临了他们又出去买鸡架去了。